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耗费心血干出来的项目，被领导轻描淡写的拿来送给他的小三，领导甚至威胁我：别乱说话，小心让你滚回家。气得我浑身发抖，怒刷考公500张，成功上岸。下次再见面，我直接证件对在他脸上。你好，省厅稽查大队依法调查。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次安然的项目完成得非常不错，赢得了客户那边的一致好评。大家以后要向安然多多学习。领导卓深泽在庆功会的舞台中央高举话筒，对着他的小三是大夸特夸。台底下的安然也是满脸谦虚羞涩地站了起来，朝身边的同事示意，款款上台，从卓深泽手中接过话筒，就这个项目发表感言，侃侃而谈，气得我在台下浑身发抖，咬着后槽牙，勉力忍住。这明明是我一手促成的项目，居然把我的功劳扣在别人身上。庆功会结束后，我直接杀进卓深泽的办公室，直接找他当面对质，连门都没有敲。我努力压抑着怒火，力求体面温和地同领导解决这个问题，快步冲进办公室，推开门说道：卓总，你这么做不厚道。话还没说完，我迎面就遭到了一个飞来的文件夹，堪堪侧身擦过，空气中传来了卓深泽的一声怒吼：滚出去！敲门。原来卓深泽和安然估计是在庆功会结束后，兴奋的情难自禁，直接在办公室里面来了个法式舌吻，连门都没有锁，两人的衣服都有些凌乱，实在是不堪入目。我站在门外咬了咬唇，重新敲门，堵堵堵，堵堵堵，亮着我生生在门外敲了有5分钟，里面才不情不愿地响起一句：进来吧。眼前的卓深泽和安然已经收拾妥帖，看起来又是人前那副职场精英的清高模样。我攥紧了拳头，眼神扫过一侧端坐的安然，对着卓深泽沉声道：卓总，项目的事您也知道是我一手包办的，您今天这么做不合适吧？卓深泽嘴角向上不屑地勾起，露出极为轻蔑的笑，打量了我一眼说道：你是领导，我是领导，安然这段时间虽然是你的助手，但也是忙前忙后出力不少，我把功劳给他，有什么问题吗？助手忙前忙后出力不少，靠着卓深泽的关系硬塞进我的小组，天天上班迟到，啥不会做，一做就出错，自己的人还总是打算撒个娇让别人替他完成，这还是助手？要不是他跟卓深泽有关系，我真怀疑是竞品公司派来的间谍。见我脸色不愉，卓深泽明显觉得自己点我的力度轻了，指尖在桌子上敲击2下，拉着脸对我警告道：既然你都看到了，也没什么好说的，你是领导，我是领导，希望你心里有数，这功劳我爱给谁给谁。你真以为你是谁？公司离了你就不能活了？还有，刚刚的事情出去以后别乱说话，小心我直接让你滚蛋回家。那边的安然见到卓深泽这么明目张胆地给他撑腰，朝我极为得意地笑了笑，闪着那双无辜可怜的大眼睛说道：温姐，你这么多年大大小小的项目都完成那么多了，总归要给我这个新人一点机会吧。一旁的卓深泽还在帮腔：安然这话说的有道理，公司本来就不是你一个人的公司，总要多给新人一点舞台嘛。两人狼狈为奸，一唱一和，听得我怒气更甚，也知道此时和他正面对上，我也挣不到什么便宜。这个项目被扣在安然身上，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情。
我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将事情闹大，反倒会反咬一口，被说是眼红安然，故意抹黑。我深吸一口气，心里默默劝告自己一声：君子报仇，10年不晚。黑着脸朝卓深泽点点头，装出一副无可奈何但已经接受事实的样子。我在心里默默盘算，自己绝对不能成为他卓深泽博美人一笑的傻贝诸侯，更不能成为恶心绿茶的垫脚石。安然上次项目完成得非常不错，我建议将他提拔为2组组长。周一的晨会上，卓深泽主动为安然造势，我不怒反喜，真是瞌睡了来枕头，窜稀了这空厕所。正想着如何将安然踢出我的小组，卓深泽就主动递来梯子，说是建议。但卓深泽是公司董事长的儿子，一旦发话，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但安然进公司时间不长，这么快就提拔，引得众人面面相觑，没有一个敢说话的。我赞成卓总的提议，我主动起身迎合卓深泽的话，能把这么大一个闯祸精送走，何乐而不为？组长又如何？别霍霍我就行，但我可不想让安然这么舒服地坐上这个位置。眼神突然暧昧地在卓深泽和安然之间穿梭。这段时间安然的努力是卓总有目共睹的，升职也无可厚非。在座的谁不是人精？一听这话便明白卓深泽和安然关系不一般，笑着连连附和起来：应该的，应该的，我也赞同。真是恭喜安组长了。安组长这人长得漂亮，工作能力也强啊。他们的反应我并不奇怪，职场里的爬高踩低态司空见惯了，只是给众人心里留点痕迹。毕竟我们卓总可是有正经家庭的，妻子是我们集团的大股东的女儿。虽说商业联姻貌合神离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小三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放肆，这在大度的妻子恐怕也做不到吧。看着在众人面前得意洋洋的安然，我内心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说，总算是踢走了这个祸害精。本以为安然离开我领导的第一小组，让我能在公司里面继续安稳工作，但不知道是卓深泽又想给他的爱妾送点什么，还是安然又撒娇献媚朝他讨要。卓深泽居然直接在月中的组织大会上直接宣布，这个项目后续就先交由安然的第2小组主要负责吧，温昭那边负责协助。听得我眉心一跳，这个项目之前一直是交给我来负责的。我进入公司时间早，业绩 KPI 也出色，作为公司的大项目，从前都是由我亲自负责跟进的。上次的抢功小动作，念在他俩之间的龌龊关系，我尚且能够勉强忍气吞声，现在直接把我手上最重要的业绩拿走，退一步卵巢囊肿，忍一时乳腺增生。我二话不说，气得拍桌子，直接从座位上站起来，朝着卓深泽对峙：卓总，这个项目可是您上次亲自安排由我来负责的，怎么快出成果了，您就让安然接手了？您这样做未免有些过分吧？卓深泽对我的怒气视而不见，甚至还慢悠悠地喝了口茶，才回复我道：作为一个员工，最重要的就是服从公司决策，你这样打压新人，温昭你自己不觉得惭愧吗？再说了，只是让他主要负责，你也可以参与协助。作为公司老人，帮助安然的协助，有了上次抢功的事情，我还能不知道协助的真实意味？什么狗屁协助，就是我把项目完成的七七八八，最后由安然顶功。我看着卓深泽那张狂妄自大的脸，寒意由心扩散到身体各处。我知道这个公司我待不得了，一个只会吸血的上司，
跟着他混能有什么好下场？万一出了事，估摸着还会拿我给他的亲亲宝贝背锅，在业界毁了名声，我才算真的完了。我手上有其他项目，协助不了，麻烦卓总另找其他人。我气得摔门而去。安然追了出来，又是熟悉的满脸无辜和天真，但说出来的话可没有半分客气，朝我阴阳怪气。多谢温姐替我铺路，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完成这个大项目的，这样才对得起您前期没日没夜的熬夜加班。龙警察都捂到面前来了，再不泼就不礼貌了。我朝他翻了个白眼，毫不客气地回击道：爬床的狗还有胆子在人面前叫嚣，真是笑话，滚远点，死绿茶！他被我这么直接的话气得脸色铁青，根本没想到我会反击，那张天真的假面也绷不住了，气得直接拿手指着我叫嚣：你敢骂我？你信不信我让深泽搞得你混不下去？没理他的狗叫，我转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鼠标一动，点开考公上岸500章的第1章，深吸一口气，调整好心情，开始认真学习。让我混不下去，法治社会，你是灭霸啊！打个响指，世界消失一半。事情的最后由卓深泽下达通知，安然主要负责项目，还特意派了我们部门主管给他兜底进行审核润色之类的。而我温昭因为不服从公司管理，重新平均公司资源为由，手上的客户被卓深泽七七八八地分到安然的第2小组其他人的那边，分解我，架空我，工资没扣我半分，事情还变少了，反倒给了我安心复习的时间。我在心底默默吐槽，爱情果然会让人变成白痴，手底下的资源要是真的会因为分配而变得均衡，那岂不是大街上的销售人员都是一模一样的工资？我不是默默受气的包子女，掏出手机划拉了几下，拨通电话：柴先生，中午有时间吗？我请您吃顿饭吧。能力才是必杀技，而卓深泽就是纯纯的沙币。温小姐向来是大忙人，怎么今天有空请我吃饭？对面的柴先生朝我淡淡一笑，眼神里满是探究。我也回应以微笑，这正是我约他出来吃饭的目的。柴先生是业界知名的猎头，消息灵通，远非常人所及。最重要的是，他在做猎头之前，曾经是竞品公司的商务公关部的一把手，现在都和那边关系匪浅。没办法，之前一直在忙项目，现在项目由安然那边负责。他虽然是新人，不怎么懂，但是深受卓总信任，还派了我们专职管理的经理去协助呢。柴先生举着咖啡的手一顿，挑了挑眉，朝我问道：哦，卓总倒是有魄力，舍得把项目给新人来做。我抬起头，不动声色地把消息泄露给柴先生。有魄力倒是挺好的，外加上资源重新分配嘛，就怕项目出点差错给别人抢走了。其他小的都还好，就怕项目出问题。新人嘛，难免想出风头的心急切，好心办坏事可就得不偿失了。不过清闲点也好，不然我今天怎么有幸请柴先生吃饭呢？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柴先生也不是什么傻子，如今这空枪被我装上子弹上了膛，亲自递到他手里，往哪里射最能一击毙命？我懂，他自然也懂。柴先生闻言，勾起的唇角转变为张扬的大笑。温小姐客气了，这顿饭不便宜，该我请。公司其实就是一个大型的争宠后宫，自从安然成功夺走了项目以来，公司的风向也逐渐变了。卓总这样明目张胆的造势，让安然成为众人讨好和吹捧的对象。
安然就是安然，虽然是新人，但是这个标书和企划案的完成度极高。说话的人是杨经理，满脸堆笑，朝着众人止不住嘴的夸赞安然，随后目光开始朝我这边飘了过来，开始阴阳怪气，不像某些人只知道仗着老人的身份吃老本，也不清楚自己几斤几两。这公司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公司，人家安然比你有本事多了，专业素养也高。安然显然对这样踩着我夸赞他的说法十分受用，笑容更加灿烂。我在心里默默腹诽，一个做管理的领导，懂个锤子的专业。围在安然周围的同事听到领导都开始拍马屁了，也纷纷开始张口附和。是啊，是啊，安然，你工作能力那在我们公司可是独一档。安然的能力早就该当组长了。依照我看啊，俺们的项目交给安然，可算是找对人了。顺着大流话里话外都在嘲讽我，我摇摇头，只觉得聒噪，起身走到门前，声音极大的摔门关上，世界顿时清静了下来。我如今失势被领导针对，反而给我极大的空间和时间，能够安心备考。毕竟秋后算账这种事情，可不是只有他们卓深泽和安然做得出来。等到我差不多刷完考公500张的时候，AMP 项目也差不多到了公开竞争的白热化阶段，没日没夜的学习刷题。我几乎付出了比 AMP 项目还要多100倍、1000倍的努力。知识改变命运，这次我不能输。从考场出来的时候，我如释重负，守着消息，等着答案公布的时候，迫不及待的估分160分左右。税务局稽查这个岗位虽然竞争激烈，但是我的分数让我有足够的信心进入面试。我长松一口气，安心准备面试和起草期待已久的辞职信。等到考完试周一回到公司的时候，那边已经在筹备安然成功拿下 AMP 的庆功宴了。我如今离上岸只有一步之遥，甚至都懒得起心思和他们再多费口舌，想着安静走过去，回到办公室继续看我的面试资料。树欲静而风不止，更何况是职场这种爬高踩低的地方。如今他安然胜券在握，少不得在我面前显摆晃悠2圈。他踩着细高跟，高昂着一步一步朝我走了过来。温姐，你看，这公司不是没有你就不转的，你要熬夜加班才能做好的项目，还不是被我轻松拿下。人不行啊，就要认，别整天仗着资历高就拿巧，以后对我态度好点，我兴许高兴了还能留你。你要是再敢这样，我把你扔出去，我看哪个公司敢要你。我们公司那边扫厕所的保洁还差一个，要不我跟深泽商量商量，把你安排过去。他的目光就像一条阴鸷的毒蛇，阴险狠辣，盯着我恶狠狠的不放。正在我们目光对接之际，卓深泽不知怎么了也过来了。如今两人的关系大家都心知肚明，外加上安然那个AMP 项目干得不错，两人也不避着人。卓深泽大手一伸，直接将柔弱的安然搂进怀里，目光阴沉，仿佛我才是那个放狠话的人。温昭，你不要给脸不要脸，从前我念着你对公司有点功劳，让安然对你处处忍让，你怎么如今越发得寸进尺了？快给安然道歉。AMP 的项目已经8、9不离10了，你手上也没几个大客户了，真正不知道你还有什么脸留在公司，还不赶紧道歉？道歉是不可能道歉的，这辈子是不可能道歉的。我朝门口影影绰绰的人影看了一眼，听声音脚步匆忙且急促。柴先生果然是消息灵通的顶级猎头，没让我失望。是有人该道歉，但不是我。谁是安然？
从门口陆陆续续进来一批人，带头的正是卓深泽的父亲卓董事长。他拄着拐杖，步伐急躁的都有些不稳，看样子应该是出了什么大事。在众人面前站稳后，用拐杖敲了敲地面，环顾众人，再次大声发问：谁是安然？卓深泽真是猪脑袋，他爹这副脸色铁青的样子，还以为是来论功行赏来着，急忙朝他爹推荐安然：爸，这就是这次项目都是他一手完成的。卓深泽身侧的安然借此机会撩了撩头发，在卓董事长面前微微躬身，露出招牌式的微笑：董事长你好，我是安然，是这次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卓董事长皱着眉头看了看一旁的我：之前不是你负责的吗？怎么突然换人？我可能不能放过这个拱火的好机会，看样子项目肯定出问题了，先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再说。卓总后来安排让安然全权负责，我没有权利过问，都是他一个人完成。卓深泽看我终于老实了一回，没有在董事长面前胡言乱语，自顾自地以为我被他刚刚那副让我道歉的样子镇住了，冷哼了一声，对董事长说道：是啊爸，都是我让安然全权负责，你看这次的项目他做多出色。卓董事长压抑着的怒火终于绷不住了，抄起手边的文件夹就朝卓深泽脸上砸去，被他躲闪了过去。还有桌面上庆功的饮料和蛋糕，反正是什么顺手砸什么，看样子是被董事长气得不轻。化身桌面清理大师一边砸一边大骂道：蠢货，蠢货！早知道就不应该把这家公司交给你，一点不如你哥，上不得台面的东西，等到东西都砸得七七八八了。卓深泽的脸上难免挂着点彩，身上被蛋糕染得乱七八糟，半分风度也没有，只剩下狼狈不堪的样子。还没等卓深泽找他爸问清楚原委，警察这个时候已经赶到了。启丰公司实名制举报2位剽窃他人知识产权成果，进行大额盈利，麻烦项目主要负责人卓深泽先生、安然女士还有杨成先生跟我们走一趟，我们依法对你们进行问询。整件事情其实并不复杂，柴先生知道安然是新人，再者他又是爬床上位的，半分真本事没有，对于数据分析、策划案制作、财务数据应用等专业知识根本没办法实践。偏偏这个时候，有一位号称专业人士的人愿意帮他解决困境，给出方案，甚至主动起草策划案等。他求工心切，专业观念淡薄，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挖好了的坑。面对对方开出的高价，咬咬牙直接同意。柴先生不局不错，估计这个人就是启丰公司那边的人，现在早就销声匿迹了。之前用的邮箱都是海外 IP， 安然还洋洋自得地觉得根本不会被发现，没想到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怎么可能会有人就那么恰好了解你的项目，了解你的需求出现的时机，还主动联系上你了？他真以为靠着卓深泽便宜占多了，世界上的美事就都是他一个人的了。卓深泽也是被安然迷得七荤八素的，全然忘了一个高层领导该有的专业素养，派了个只懂管理的人去协助，能协助啥就会拍马屁。安然献媚撒娇，他就只会点头说好了，真不知道公司每年几亿的营业额他是怎么做出来的。正如董事长所说，蠢货，2个蠢货，3人被带走时目瞪口呆，根本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现场的人也是被惊得鸦雀无声。
刚刚还热烈吹嘘的同事们，此刻一手见风使帆，极为流畅，默默地远离了安然、卓深泽和杨成三人。门口还有些经济日报和网络新闻的记者蹲守在一旁，他俩一出来就开拍，我估摸着也是柴先生的授意，时间点卡得刚刚好。后面估摸着还有水军的舆论造势，毕竟商战嘛，给对手留脸面，就是给自己捅刀子。他俩蠢，董事长可不蠢，找了关系又到处托人，把卓深泽从这件事里摘了出来。他一出来，连带着安然都摘了出来，最后倒霉的就只有杨成，估计是使用了超能力，最后一个人把事情全部担下来了。回想起他当时为了吹安然马屁，对我冷嘲热讽的样子，我就觉得好笑。这件事因为柴先生的宣传闹得沸沸扬扬，连带着外界投资人对我们公司都不看好，安然和卓深泽的不正当关系也被曝光出来了，估计他俩这几个月可不好过。还有什么小道消息说卓深泽其实是董事长小三生的儿子，原配去世了，他妈才能名正言顺进的回家门，他头上其实还有个哥哥。直到1个月后，这件事才慢慢平息下来。卓深泽作为董事长亲儿子，职位倒是没什么变化，就是听说在股东大会上被骂得狗血喷头。为了弥补这段时间公司的损失，公司年度要求的 KPI 不增反降完不成就从 CEO 的位置上滚蛋。安然被公司内部处罚，从组长降为普通员工降薪考察，2组组长由别人接替，没被开除。我估计还是卓深泽在后面保他。我心下一沉，还是棒子打得轻了，不知道疼。不过再往后，他俩估计就不会这么情比金坚了。好在这阵子他们不在，那边做背景调查的时候没有出来捣乱。我在公司这么多年，也算是有点人脉，事情没有传到卓深泽的耳朵，政府那边了解清楚后也会秉公看待。不过现在我已经无所谓了。拿到面试通过的消息的时候，我恨不得这家公司趁早倒闭。卓深泽这个脑子和专业素养，我估计之前几亿元的盈利都是运气好，今年董事会都加码到了10几个亿，他不可能还能完成。项目只是个开始，之前那段时间我手上大大小小的项目几乎全被分出去了。这段时间舆论风向一影响，再加上2组内的人之前都忙着给安然鞍前马后，指望借此能够升职加薪，大项目丢了，基本盘的小项目保不住，维持去年同期的盈利都困难，还要完成翻倍，估计安然要靠爬床卓深泽了。安然，你到底会不会做？一个数据来来回回改10几遍都出错，你脑子里天天想什么呢？那是现任2组组长白薇的声音，毫不留情的责骂，完全忘了前段时间是怎么在安然面前拍马屁的。这是闹得沸沸扬扬，谁不知道翻倍的业绩压力转头就到了自己的头上，这下都开始恼火了。安然被处罚，显然已不如当时得势之时的样子，况且他还在考察期，要不是卓深泽护着他，估计白薇早就让他滚蛋了。大家对他的态度也一反往常，走到哪里都会收到奇怪的目光和小声的议论。小三、爬床、找枪手、抄袭、造假，各种八卦越说越厉害，甚至有些都舞到他面前了。如今他也只能傍着卓深泽这棵大树，又怕次数多了惹他生烦，更多的时候就如同现在这样，无辜又天真的眨巴着眼睛朝白薇道歉：“薇姐，对不住，我实在不懂这个，能不能你请帮我？”
白薇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当面就直接嘲讽道：“不能，脑子笨就多学，公司不是你撒娇卖俏的地方，我不吃你这一套。”拿着文件夹直接摔在他面前，给我重做，用点脑子吧。我在一旁看得啧啧称奇，这白薇的变脸能力也是够强的。我记得之前就是他说的那句：“是啊，是啊，安然，你工作能力那在我们公司可是独一档，神情语气可是历历在目。独一档，差的独一档吧。”安然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不过旁边的同事和之前的态度截然相反，居然没有一个愿意安慰他的，甚至议论声中夹杂着明晃晃的恶意。他还有脸哭，自己造假，害得我们遭殃，业绩根本做不完。我出去都不敢说自己是二组的，都丢人。哭哭哭，就知道哭，有本事找卓深泽哭去啊，跟我们哭有什么用？你说警察怎么不把他抓起来？烦死了！本来心情就不好，声音传到耳朵里，安然一张脸涨得通红，看样子是终于知道点羞耻了，拿着文件夹哭着就往门外跑。细高跟还有些受力不稳，还直接摔了一跤。上次踩着高跟朝我放狠话，这次踩着细高跟摔倒在我面前。真是风水轮流转，希望早点转死他吧。我低头看了安然一眼，别说伸手扶了，假模假样的关心一句，我都嫌嘴累，直接从他身边走了过去，轻蔑地留下一句：“什么垃圾党道，我很忙，赶时间，忙着交辞职信。”更重要的是，我原以为稽查大队那边会对我曾经在公司有过工作经历心怀芥蒂，没想到队长反而偷偷告诉我，公司财务有问题，之前一直都被盯上了，但是就是苦于没有证据。如今卓深泽同父异母的哥哥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相关证据，直接实名举报，内部可以立案。本来以为还需要我再多待一段时间，现在看来是没有这个必要了。由于我有过任职经历，上级特批我在公司内部摸清楚财务的相关状况，也不是太复杂，就是及时汇报情况，防止人员藏匿资料和提前潜逃。这段时间财务部那边我都摸得七七八八了，现在也到了该辞职的时候了。卓深泽显然对我的到来感到十分欣喜，毕竟如果二组那边创收不行，只能回头找我。神神秘秘地挂断了手上的电话，笑着安排我坐下。你来得正好，我正有事找你呢。温昭态度直接来了个大转变，温和情切地喊我坐下，甚至还给我倒了杯水。最近创收这一块啊，我准备安排你重新。看着他殷勤的语气和眼下的乌青，我就知道公司内部问题不小，不然他怎么可能会向我低头。我笑着止住了他的话头，拿出辞职信直接扔在他的桌上。这是辞职信，电子版我已经抄送全体 HR 和您的电子邮箱上了，无论您同意与否，1个月后我会自动离职，另请高明吧您。他显然对我的不识好歹恼羞成怒，直接撕了我的辞职信，开始叫嚣：“你别给脸不要！你真以为你有什么本事？离了公司，你什么都不是。我好心好意给你工作，你不感激知遇之恩就算了，不懂礼义廉耻，还给你拿翘起来了。你在我面前装什么装？滚！你现在就滚！我批准了。从前忍了他和安然这么久了，如今都辞职了，我也不想再忍了。真是领导做多了，以为自己是土皇帝了。醒醒吧，大清都亡了！”我音量直接加到最大，开始和他对骂：“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卓深泽，公司谁不知道你是私生子？你妈是小三，你婚内出轨，他安然当小三。一个贪财，一个好色，
还抄袭造假，你俩早在业界名声都臭了。你脸上那2巴掌是被你老婆抽的吧？没办法，你卓总还得靠人家爹支持呢。挨打了还不是像狗一样摇尾巴，跟我谈礼义廉耻。你当初为了小三把我功劳给安然，抢我项目，你配吗？管不住裤裆的狗，声音大的整层楼都能听见。你不尊重我，我还给你留什么面子？气得卓深泽脚不虚浮，根本就站不稳，脸色从红到白再到红，话都说不出来。你了半天都没你个明白。我懒得理他，拎着包就大摇大摆地走了。2个月后，此时的卓深泽和安然应该正春风得意吧，毕竟刚刚可是依靠做假账，成功将公司的利润翻倍，不仅完成了公司股东大会原定的目标，甚至还有超额。我一开始就奇怪，这样的管理环境和业绩体量，靠他卓深泽究竟财报是怎么上亿的？现在算是明白过来了，原来不是他管理水平遇到安然之后突然下降，而是之前一直在造假，只不过现在股东大会施压，他心急卖了个巨大的破绽，如今还盘算着怎么和他那个千金大小姐离婚呢。他爹的婚姻是小三上位，这儿子也打算让小三上位，真是父子一脉。只不过可惜了，纸包不住火，假账再真也是假账。何况有关部门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1年之久，只等今天一举抓获。由于涉案金额巨大，我们作为稽查大队是没有执法权的，而且人手有限，只好我们先到展示调查令，然后警察介入控制作案人员。我和队长直冲直接领导人，也就是卓深泽的办公室，副队长带人控制财务部，其他人员封锁其他部门。展示完调查令后，申请公安部联动，5分钟后警察局就会控制现场局面。来到办公室时，屋内的卓深泽和安然还在举着红酒杯庆祝，这2人显然还分不清楚状况。安然估计喝多了，直接出口嘲讽：“哟，回来啦，知道自己是个什么玩意了？公司还缺个扫厕所的，你去吧。不过我觉得你比厕所都臭。保安，保安！”身旁的卓深泽显然还是有点眼色的。我和队长穿的都是制服，一下子眼神清明起来。这是私人办公室，你们来干嘛？我懒得理睬他的质问，从怀里掏出证件对在他的眼前。你好，省厅稽查大队依法调查。肉眼可见的，2人的脸色变了，歪歪斜斜的站姿一下子变得正式起来。队长在身后展示调查令。你好，省厅稽查大队调查令如下，现在请举起双手，不要触碰屋内物品出去。5分钟后，警察会依法将你们带走。面前的卓深泽声音都开始发抖，试探性问我：“温姐，你倒也不必搞这一套来吓我。”我抬头看了他一眼，翻了个白眼。第一，冒充国家公职人员是违法行为。第二，你都叫我温姐了，我是不是骗你？你心里一点数没有？你看看桌上的调查令，那可是红头文件盖着红章的，联合公安部门调查。我奉劝你们一句，坦白从宽。说话的功夫，警察陆续从外面入场，控制现场秩序。见情况逐渐往不受控的方向发展，卓深泽突然激动起来，指着安然就开始拽着我说：“温姐，温姐，是安然唆使我财务造假的。我早就说金额太大了，我不是主谋。那边做假账的会计师事务所人员一直是由安然单线联系的，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他力气极大，拉扯的我都站不稳。安然也没想到，真到了紧急关头，卓
卓深泽会把自己拉出去顶罪，朝我辩解道：“你才是 CEO， 你如果不愿意，我把刀架在你脖子上吗？是你怕被发现，让我单线联系。我是被骗的，温姐，你帮帮我，我是被骗的，我才是从犯，他是主谋。”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的相互揭短，见我没啥反应，竟然直接动起手打起来，扯头发扇巴掌，双双跌落在地，互相缠斗。我一时间有些被吓到了，应该是吧。等到他俩情绪稳定了，打不动了，赶紧喊来外面的警察帮忙维持稳定。两个人被拉开时，脸上或多或少都挂了彩。你的脸流血了，他的脸乌青，你挨了一巴掌，他被你抓得鲜血淋漓，哪有了当初缠绵恩爱的样子？我没有说话，让警察直接把他们带走。这样打下去，怕真的会伤到其他人。卓深泽临走时还不忘向我求情：“温姐，温姐，我跟你认错，我给你钱，你帮帮我，你帮帮我。”我甚至连回头看他一眼都没有，而是专心致志地查看他电脑里的相关数据。事件的最后，卓深泽因为财务造假、逃税漏税等相关罪名数罪并罚，被判10年有期徒刑。安然因为协助犯罪、教唆犯罪等罪名，被判2年有期徒刑。我挣了正胸口的领带。比起之前在公司里的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此刻我正在做的事情显然要有价值得多。队长，我申请参与下次11.3特大跨国贪污腐败经济犯罪调查专项行动，虽千万人吾往矣。番外篇，我后来逛街时碰见过卓深泽，他在街边摆摊卖点小杂货什么的。穿着朴素简单，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寒酸，眉宇之间已经没有了当初的嚣张跋扈，朝着路过的每一个潜在客户殷勤又讨好的微笑。当年卓董事长被他造假这件事气得一病不起，妻子直接跟他上诉离婚，那个同父异母的哥哥都实名制举报他了，自然也不会手下留情。卓董事长病逝的时候，他还在里面坐牢，遗产没捞到半分。听说他那个小三上位的妈也去闹过，拗不过他哥，后来就没了下文。我只是多看了一眼，然后静静地路过，没有嘲讽，没有同情。卓深泽也好，他妈妈也好，成年人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罢了。而安然，我没想到我和他的第2次相逢居然是在警察局，因为这片辖区出现了金额巨大的诈骗案件。我过来调取数据，我路过警察局大厅时，他跟另外一个女人在对骂，一旁的民警甚至都有拉不住。他看了我一眼，显然有些呆愣，一时不察，被对面的女人扇了一巴掌，很快回过神来了，重新投入到互相扯头花中。我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感觉他过得应该不咋样。当初那张撒娇献媚的脸，如今疲态尽显，头发乱糟糟的披散着失去光泽。我甚至感觉他连面相都有些变了，显露出点尖酸刻薄的样子来。离开时，他正朝着民警迈吃，还是和以前一样，眨着大眼睛，无辜地说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气得一旁的女子做事又要打他：“你勾引我老公，还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又是一场闹哄哄的混战，数据已经调取完毕。我着急帮受害人追回钱财，无暇顾及其他，匆匆从他们身边走过。柴先生实际上是卓深泽哥哥卓越的人，我知道时狠狠地吃惊了一下，想着当初怎么事情进展得这么顺利，原来是有真正的高手在背后偷偷操盘。我想了很久，觉得这件事还是不应该瞒你，所以我特意跟你说一声，怎么说都算我骗你。
对不起。我坐在对面摇了摇头，没有责怪的意思，反倒是朝他揶揄道：那你当初那顿饭可是请吃亏了。柴先生接话茬倒是挺快，举起菜单来就是一句：那今天你请，炒一本。吃完饭准备离去时，柴先生突然掏出一份聘用合同，朝我笑道：卓越总的意思，他知道你能力很强，想招揽你，如果想回到企业，薪资以你为主导。他点点了合同中薪资处空白的那一栏，朝我示意，手边就是一支摆好了的签字笔。我笑着婉拒：还是不了吧，替我谢谢卓越总的美意，我只是觉得现在的工作更适合我罢了。猜到了，所以卓越总让我转告你，11.3的案子最好从卓深泽的前妻查起，他父亲涉黑有问题。我有些呆愣，朝他点头：卓越总，烦你替我多谢卓越总。柴先生笑着摇头：没什么，当初卓深泽那个小三妈就是通过他父亲介绍这条线才能攀上卓老爷子的，其中估计有他父亲的推波助澜吧，谈不上什么谢不谢的。卓越总也只是想报复罢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